主人公老赵35岁，来自甘肃，是一位货运司机；女主人公31岁，来自河北，从事的是房地产中介。来，有请两位。两位好哈，你好。相恋多长时间了呀？3年多了。真的可以不在乎他的背叛吗？是的，如果他就是能够回到我的身边，我还会对他以前一样好的。是真的有背叛吗？是真的。是为什么原因呢？其实我做出这个决定也是经过很大的心理矛盾的。主要是他3年以来一直都没有改变，而且没有开始对我那么好了。你说老赵没有改变，但是据我所知哈，老赵过去是开短途车的司机，对吧？他为了这种经济条件的改善，他不都去开长途了吗？对，是吗，老赵？对，是。这不就是他要求改变的一种方式吗？这是为了家好，我也知道。但是跑长途之后，在家待的时间就少了，然后对我那种体贴肯定就没有了。1周只回家2、3天，我一个人在家很孤独啊。有时候想跟他说说话，他回来倒头就睡，很多的卫生习惯也没有了。刚才说的那些吧，都是借口。那个人条件可能比我好，然后有车有房，这才是根本的原因。那您是在什么时候发现他又找了一个人，还是他主动告诉您的呢？是去年的时候，我就觉得他有不对劲儿的地方，他和以前不一样了。然后我从跑长途回来以后，我就没告诉他，然后我就在家附近转悠，又发现了有个车来接他，然后我就搭的跟着那个车，他和那个男的进了那个小区的3楼，然后我就给他打电话，我说你在哪？他说他在那个逛商场来，然后我就敲那个门，一开始也没人开门，然后最后用脚跺才跺开的，我看他就真的在里边。我一直也是怕就是想对他的伤害少一点，想找一个恰当的机会跟他说的。但是他在家的时间非常少，要不是我抓住你，你能承认吗？我一直想跟你说的，但是你能在家待几天呀？你回来跟我说话的时间都没有。等于你已经跟那个先生住在一起了，是吧？对。那你们俩这手到现在还没分开，还没分掉？等于他一直在老是找我嘛。他总是想挽回。我现在就是希望呢，他能回来，能够重新和我生活啊。但是呢，他现在就是说也铁了心了吧，就是不想和我复合，就是。那你就离开他好喽。但是我觉得他呢，就是我们还是有感情基础的啊。那个男的不会就是说真心诚意对他好，今天能对他好，明天就会对另外一个女人好。你是怕那个男的骗了他是吧？对。那你们这半年怎么着，就这么天天纠葛着？对，我一放假了或者是那个休息了，我就去找他。那你现在男朋友没有意见吗？他当然也跟我说了，我说我跟他说了已经分手了，他总是过来找我纠缠我，他也能理解，因为他也知道我以前有男朋友。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你现在的男朋友接受我们编导采访的时候说了一些什么，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来，您好，请问您和他交往的时候，您知道他其实已经有男朋友了吗？我知道，但是我并不在乎这一点。因为我觉得那个男的给不了的是，我有自己的事业，我有自己的房子。男朋友不用做家务是吧？我们做家只是简单的，没有那么累而已。因为在我们跟老赵在一起的时候，他那个房子什么的都是特别不好，只是普通的平房而已。就连上个厕所、卫生间都要跑得那么远，然后洗澡地方什么都不方便嘛，所以可能就是相对的要多一点。而且最让我难受的就是。他有的时候跑车回来，提前打电话就是让我给做饭，而且带朋友回来，然后喝完酒之后我还要收拾那么多的东西。你以前怎么没提出过这个事儿来，对不对？你现在这也不好，那也不好，那你就是……那你以前你自己想想，你自己是这样的吗？老赵，心平气气啊，不是人家想跟你分，是人家现在已经跟你分了，只是你接受不了这个事实，对吧？是吗？对，因为啥？我觉得呢，就是在一块生活有3年了，还是有感情基础的。所以说，我现在因为也35岁了，我也折腾不起了，我就再去找一个也不太现实。那你们那会儿就没提出过结婚这种，提过吗？因为啥呢？刚开始我们俩都在北京打工，工资也比较低，所以说我们想就是说生活能好一点以后，我是这么个想法。我现在已经31岁了，再等他，就现在他这点工资。交了房租，还有其他生活之外就没有了。那我这年龄结婚以后要孩子，那孩子以后怎么养？那你现在到底有没有做好最终的决定，是跟他分手还是不分手？有时候也会怀念以前的日子吧。
怀念以前的日子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感呢？接下来我们就要请我们的几位好朋友来帮着分析分析，一起进入今天的丘比特问卷。老赵，你想要的真的是他这样的妻子吗？我觉得他可能就是他比较单纯嘛，他可能容易受骗嘛，我是这么认为的。我倒觉得你比他单纯多了。当你跟你现在的男朋友交往的时候，他知不知道你跟他住在一起的时候，你还没有跟他提分手？他知道。你所谓的说一个高素质的男朋友，他能够接纳一个女人和另外一个男朋友还没有说分手，就和你住在一起，这是不是素质高的一个表现？对你而言的话，我的感觉，这2个男人你都未必会爱他们。你可能是在最困难的时候，其实是一种需要。你一直在说他如何不好，而你对比着你现男友的情况来说他如何不好。那么你跟你现男友只是接触半年，跟老赵是3年，你会发现他有这么多的不好。那么你跟你现男友接触3年以后，你还会不会发现他像现在这么好？我跟他相处2年的时间都没有跟他相处半年的时间长，而且说的话多。但是宝贝儿，你知道他干嘛去了吗？他干嘛去？他没有干别的，他一直是在为你们的生活一直在努力。我知道他是在为生活努力，我也知道他很苦，为了这个家。但是他确实他这么苦，他挣回来的钱也是很少的，根本就满足不了我们以后的生活。老赵同志，还没结婚呢他就出轨了，以后他结婚了怎么办？你不担心呐？啊，你好好想想。啊，不回答了，拔河着呢嘛，接着想想。啊，老赵，我建议你现在，暂时放手，因为作为一个男人，你这样下去，尤其你又开长途车，对你的安全，包括什么，都不是好事儿。因为我个人认为吧，就是我因为也35岁了嘛，岁数也不小了。我说我去重新找一个，我觉得好像我36岁结的婚。这个里面其实刚才为什么吕老师说单纯的，包括张老师其实很友善的跟你说了，然后这个恶毒的说法其实就是这样的，2个人都在抢一根绳的时候拔上河了，较上劲儿了，像一场比赛。当一个人真松手的时候，这个绳儿是另一个人真当个宝贝揽在怀里呢，还是其实也就把它放掉了，那就不一定了。这里面可能还有个爱情策略问题啊，所以张老师说，请你暂时放手。对于老赵来说，当初的结合是因为爱情，分手是因为贫穷；对于女方来说，当初的结合是因为利诱，分开是因为富贵。我只认为是个悲剧。鲁迅说，世间的悲剧就是把一切有价值的东西撕破了给人看，为了自己所爱的人，冲锋陷阵，不辞劳苦，付出一切，却后怨其果，遭遇背叛。心爱的人都已经躺入了别人的怀抱，他还天天担心思念，牵肠挂肚。还有比他更悲剧的男人吗？但是悲剧的人之所以成为悲剧的主角，是因为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老赵，善良，同时又软弱，包容，同时又盲目，执着，但同时又固执。所以像你这样的人，如果遇上了一个懂你的人，又疼你的人，你便一生幸福；如果遇上了一个懂你的人，却利用你的人，你就一世痛苦。还有女方，一个女人舍弃贫穷的爱情，去追求一些富足的生活，因为年龄已经不小，可以理解。但是抛却当年对自己如此照顾共患难的情人，我认为就是无情无义。而现在你来到了这里，你一手在怀念过去的贫穷的爱情，一手又要现在所谓富足的生活，那便是可耻，因为你这样会耽误老赵。所以我告诉你，如果你要幸福，现在请止步；如果你要你的富贵，永远不要回头。那您刚才说我开始的时候也不是在利用他，您这说的，我觉得我相信你对老赵是一定有感情的，但是我们仔细来回味一下你在说话当中的一些关键词吧。李老师问你，你不知道你心爱的人之所以不跟你说话干什么去了吗？他去为你挣钱了，为将来的生活做保障了。你是怎么回答的？是，我知道他辛苦，但是他那么辛苦，他也满足不了我呀。
这是真正爱对方的人吗？所以我替老赵感觉到悲哀。老赵，你还说他单纯，你比他要单纯的多啊！所以我说你离开我们可以理解，但是我请你马上就不要回头。但是我让他别再以后再来纠缠我了。我刚才已经跟老赵说了，你不要去纠缠他，咱有点志气。没听到吗？36岁结婚，人家现在不挺幸福的吗？你就不成啊？啊？老赵好多事还没想明白，想明白了真的不会再纠。我知道，但是我也希望他以后能够找到一个好的。这个不就跟你没关系？他放手啊，他别再老给我打电话。我们今天一会儿。哦，对了，还有一点我要说清楚，你追求自己的幸福的生活真的没有关系，我们都全心全意的祝愿你幸福。但是如果将来你的那个所谓高素质的男朋友抛弃你的时候，请千万不要思念老赵的好哦。老赵，你倒真要想明白哦。你开车的时候遇到过那种大堵车要排队加柴油吗？碰到过那种情况吗？有。你的做法是什么？就傻傻的在那儿排着是吧？会急吗？不会急，时间因为驾龄时间长了以后就不会太。你会觉得很自然是吧？是的。你必须要加了才能走，对吧？是的。啊，你有没有想过说，就是因为我等了3天，我就可以不走了？因为我等了3天嘛，终于轮到我加油了嘛，那我已经等了3天，我就别走了嘛，想过吗？没有，就是加了油接着走嘛。为什么呢？因为我要挣钱嘛。不是要挣钱嘛，是生活还要继续吧？对，是。这一个女人3年她背叛你，她不爱你，她不要你了，这不是跟那个等加油一样吗？没油了吗？咱要加一油嘛。开到一个加油站了，那个加油站人家写了，说本站关闭，你是等还是往前开啊？往前开啊。OK 啊，一样的嘛，本站关闭了嘛，往前开呀。但是我俩是有感情基础的，他不是那个。没错呀，什么感情基础啊？老赵，离开是你想错了一个问题，你们之间不是有感情基础，而是你是他出来北京那几年的基础，你这个基础已经当完了，你知道吧？是过客过眼云烟，你已经被 pass 掉了。老赵找下一个基础去了。老赵确实是个特别质朴的人。接下来我们听听他们的朋友有些什么意见，一起进入旁观者清。我在这里想对老赵说一句话，我说老赵，在你为了他过得更好的时候，你去付出，你去开大货车跑长途的时候，他离开了你，这种女人不值得你珍惜。你不应该把时间再浪费在这个女人身上，因为她就是一个爱慕虚荣的女人。那我爱慕虚荣也是现实嘛，我为了以后的生活考虑。不要建立在我朋友的痛苦之上。那你朋友后来怎么样？你是最了解的，对不对？我朋友他一直没有二心，他一直对你一个女人好。是这个我承认。而你呢？你为了生活质量好一些，你把我朋友伤害到什么样的地步？你知不知道？一个男人的尊严何在？那他后来对我的那些，作为一个女人，作为女人都能理解。你想要的只不过是生活质量好一些。那谁不想追求质量好一点？可以啊，老赵他为了你去做，而且他起早贪黑跑长途，你知道他多辛苦吗？他为了什么呀？当他把所有的感情付出在你的身上的时候，你为他做了什么？那他开始跑长途的时候，我并没有就这样啊，那是后来他渐渐的这样冷漠。那个，我是这么觉得哈，人只要占一头就行，不能多头都占。说就说吧，你去追求你的幸福，幸福在你手里不是很实际的握着了吗？你让他们说就说了，啊，对吧？咱是为了要那个幸福的。我是劝老赵就快点放手吧，和老赵生活了一起3年吧，也吃了不少的苦。他现在认识了一个条件比以前好的吧。啊。我说女人能有多少个3年的青春的好年华呢？哎，所以中国老话对，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嘛。不是，你问题是就是现在这个男的吧，就是你这男的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别，咱别没出息。你那哥们儿说的特对，老赵，你就不要再执迷不悟了。曾经爱过就够了。我觉得还挺好。没人说他不好，他不再爱你了，他不需要你了。老赵，我给你举个还是开车的例子啊。93号今天断档了，前面有98号，去加去吧。听明白了？
想清楚哈。来，一起进入黄金60秒。非常感谢你这3年来对我的帮助，我真的很感激。这3年给我留下了很多这个美好的回忆，有苦也有甜。我也很感动，我现在已经有了别人，你还能再接受我。但是我真的不想跟你在一起再过那种苦日子了。有时候我甚至都不敢想咱们的未来。其实我内心真的也很痛苦。我再想想吧。难怪呢。我觉得，因为咱们毕竟还是有感情基础的，我觉得你还是个善良的、温柔的女性，所以我还是希望呢，你能回到我的身边。就是你和那个男的吧，这发生的事情，我就当没有发生过。我还是希望你，回到我身边，咱们能够，长久的生活下去。亮东吧，你说的那话，全场我听到都是，你为什么？老是给他留那么给老赵，我就说他讨厌嘛。哎，最后对呀，我再想想吧，他就更那什么了。你要是快刀斩乱麻，你就看他老赵我不爱你了，你对我死了心，你别让他有幻想，这么长时间你就一直让他生活在幻想中，所以他才这么痛苦。你走吧，老赵你也走吧，一会儿我看你们俩怎么出来。你要还真是一个男人，你就想清楚你还要不要从这扇门这么出来。两位请回。来，请关门。世间恰恰是有了这样的痴情人，才有了我们的一声叹息。哎，各位拿起手里的表决器吧。你们觉得是应该分开呢，还是继续往下走？来，请选择。老赵，此刻你在门后，你知道现场发生了什么吗？现场所有的观众都帮你做了一个选择，叫分手。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听进去了啊？这是大家的这个现场的反应。老赵的选择是什么呢？一起来数5个数，来，5、4、3、2、1，请开门。杰利亚提醒您，精彩栏目稍后继续。在感性与理性之间，爱要有你才完美。杰利亚内裤，生活就要杰利亚。It's motion， 莫森太阳镜。棕榈果生长在南北纬5度之间，是饱含赤道阳光的黄金之果。假日初榨棕果油，非转基因，国家绿色食品认证。健康假日由此开始。您试过新汰渍吗？有啊，隔壁李姐介绍我就买来试，油渍一下就洗干净了。第2天呢，穿着照了半天镜子，死活不肯走，特臭美。新汰渍不费劲，更干净。以前1个月、2个月，开叉又来了。告别短暂效果，新潘婷带来持久修护。1个月又1个月，开叉在哪儿呢？新一代潘婷，用鲜血也难洗掉的世仇，安东尼，我杀了你！纠缠2代人的孽缘。他黄无亮是我的男人。王贵业，你如果忘了的话，我提醒你，当年是你爹打死我爹。用死亡也还不清的情债。这厚道的皇主出手可以瞒人。我爹是王土，我爹是王土爹。烽火年代传奇大戏，我叫王土地。2012年，天津卫视大剧战略合作伙伴精润珍珠。联合促会辅食铁锅的，妈妈用的是苏泊尔真不锈2代健康铁锅，创新精铁钢化工艺，4倍耐盐，8倍抗酸，油盐酱醋真不锈，苏泊尔。兄弟，先弄好你的牙齿吧，对我来。
益达无糖口香糖，关爱牙齿，更关心你。泰隆牌双黄连口服液浓缩型，1支顶2支，感冒了认准泰隆牌双黄连口服液浓缩型，泰隆药业。能给我们拿点巧克力吗？快到碗里来！你才到碗里去！香浓牛奶巧克力 M&M's 妙趣挡不住，就不能找个大点的碗吗？有真材够食料，一怒花生牛奶，真正花生加上香浓牛奶，真材实料做自己，一怒花生牛奶。帕莎眼镜，掌控时尚，尽情展现。帕莎。It's motion， 莫森太阳镜，珍珠驻颜，温和滋养，香溶香润，晶润珍珠水，展现肌肤莹润之美。选择珍珠，选择美，海南晶润珍珠。本栏目由海伦凯勒眼镜特别支持。杰利亚提醒您，精彩栏目马上开始。5、4、3、2、1，请开门。合了你们的心了吧？这不是合了你们的心了，这是合了所有善良人和正常人的一颗心。其实老赵的离开挺让人高兴的。张老师那句话说的对啊，93号没油了，往前开，加97的、98的，还有浓度更高、更纯的油呢，对吧？